Hello，大家好，我是亚提米斯。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也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也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支持一下我这个频道哦。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影片吧。Hello，大家好，我是亚提米斯，欢迎收看今天的亚提玩塔罗。那我们今天要来占卜的题目是在2026的农历年前，你能够谈场恋爱吗？好，我们在画面上呢会看到4种宝石做我们今天选择的参考哦。第一种呢是蔷薇灰石，第二种呢是锦青石，第三种呢是蛋白石，最后一种呢是天河石。好的，现在请你闭上你的眼睛，深呼吸3次。深呼吸完了之后，请你想着自己，想着我们今天的题目，在2026年的农历过年之前，我能够谈一场热恋吗？想好了之后，请你睁开你的眼睛，直觉的从这4种宝石当中选择其中的一种。选好了吗？选好了之后，请你记住上面的号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好的，选择到蔷薇灰石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好的，选择到蔷薇灰石的朋友们，亚提米斯的频道呢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超级感谢功能呢，其实就是抖内的功能啦。欢迎大家透过这个功能抖内我的频道，支持我把这个频道继续做下去。好，我们看这12张牌哦，前3张牌代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你身边有没有恋爱机会出现，会有没有人喜欢你？中间这6张牌代表现在的你身边有没有恋爱的机会，然后有没有人喜欢你，最近有没有机会发展成感情？最后3张代表的是在2026的农历过年之前，你有没有机会谈一场恋爱哦？好，我们来看前3张牌。第一张牌我们看到的是权杖5的正位，我们看到的是权杖骑士的逆位跟权杖8的正位。好，这3张牌代表的是呢，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你身边是有一些桃花啦，但应该都不是很好，而且你自己也知道这个对象应该是不行的，所以你自己也觉得好吧，就算跟这个人有一些来往，可能顶多就是上床的关系，有炮友的关系，但最多就是那样啦。你也不觉得说会跟这个人发展什么恋爱。那其实有时候权杖8也代表着你更希望的就是感情这件事情可以有更多其他的对象出现让你挑选，所以你也
不介意去交朋友。就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虽然说身边的对象并不是很好，但是你自己都很清楚谁是 OK 的，谁是不 OK 的，所以这对你来说反而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啦。我们看中间的6张牌，现在你的状态，还有你身边有没有什么对象可以跟你发展。我们来看到的是钱币6的逆位，我们看到命运之轮的逆位，我们也看到的是圣杯5的正位。最近的你其实在面对感情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我觉得是障碍蛮多的，就是你身边其实我觉得是有对象的，但是你会觉得这3张牌的讯息就是你会觉得因为过去的感情当中你都是属于付出比较多的那一方，然后时机不对，来的人不对的时候，最终你都是感受到感情上带给你的一些伤痛跟难过，这些东西其实你放到心里内心深处其实是一直都还过不去的。那在这种还过不去的一个状态下的时候，就会让你在目前一样是很难找到一个对象，就是你身边有对象，但是其实你都不满意就对了。但主因不是，有时候并不是对象好不好，而是你有没有办法去谈一场恋爱，因为你其实算自己卡住自己。好，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宝剑4的逆位，圣杯王牌的正位，还有女教皇牌的逆位。这一张牌代表的是大概在未来1个月当中，其实你会慢慢知道谁是适合你的对象，然后对方其实我觉得态度上也蛮清楚的，就是他还蛮明显的让你知道他是喜欢你的，动作也是蛮大的。好，那你自己其实有机会在未来1个月当中跟这个人开始发展一些感情，那这种感情其实就是真的是朝向热恋恋爱的方向去走，只是它会是一个开端。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啊，就是说你慢慢的也开始想清楚了，你可以去接受某个对象，所以我觉得这是有机会的，就是说这样子的人在你身边出现的时候，我觉得你自己调整好了，你就可以往前走好，那在2026的农历过年前，你会不会谈一场热恋？会不会有一场恋爱呢？我这边看到的是圣杯国王的正位，我们还看到的是宝剑皇后的逆位，我们还看到的是钱币国王的逆位。好，这3张牌代表的是在2026的农历过年之前，其实是你是蛮有机会可以谈一场恋爱的你身边的人其实不少，因为我觉得你的条件算蛮好的。这3张牌是2张国王1张皇后，所以其实也代表着你身边的人大概会有1-2个人是可以让你选择的。当然这当中有好对象跟不好的对象啦，那你自己其实在那个当下是没有办法想清楚，就是未来大概在农历过年之前，其实我觉得你其实很难做一个选择，但是你会跟这2个对象都会有一些暧昧，就是说可能不见得会确定关系，但是你会处在一个恋爱状态是没有错的，就是你会有超过1个以上的对象和你之间会有比较多的互动，那你好像也不是很急着要跟谁先确定下来，可能会等到年后，但是这对你来说是一件好事情啦，就是你知道圣杯国王的正位跟钱币国王的逆位其实都代表着这2个对象是截然不同的对象，所以你没有办法做出选择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那其实宝剑皇后的逆位就代表着很难选啊，就是你自己处在一个不是很好选的一个状态下了雅提米斯最近呢也推出了新的服务，就是塔罗牌占卜 Light。 那这个服务呢就是让大家呢只要加入雅提米斯的 LINE 账号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提问，那一个问题呢收费300元，雅提米斯呢会帮你抽2张牌，帮你解惑，告诉你答案。详细的服务内容呢可以参考雅提米斯的 IG， 或者是直接刷画面上的 QR Code 加入雅提米斯的好友，欢迎大家多多使用这个服务好的，我们用月相神谕卡来看看这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好，第一张牌呢是向世界展现真正的你就是满月在水瓶座。那这张牌呢其实代表着一件事，就是说这宇宙在提醒你，在面对到你身边对你有兴趣的人的时候，你就好好的展现出你自己，做真正的你就好了，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呢第2张牌呢是新月在处女座，这是给而不是取的时候在面对到这些对象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做更多，你不要害怕你的给予不会有回报，这些人其实对你很有兴趣，他们会给你相应的回报。那如果你觉得回报不够的话，接下来你就可以少给一点，其实是可以调整的，只要给多少然后拿到多少，这是你自己可以调整的事情。好，最后是满月在巨蟹座那满月在巨蟹座其实在这边还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你身边的家人可能会帮你介绍对象，那这些对象其实算是不错的你可以去参考看看。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我不想要我家人帮我介绍对象，这很奇怪，但是这宇宙在告诉你，其实
他们给你的是好对象哦，你可以试看看。好，那这3张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未来就是在过年之前，和你可能会有一些感情上的互动的对象，比较有可能的是水瓶座还有巨蟹座的人，你可以多认识一下这2种不一样类型的人，然后去看看哪一个比较适合你。好，就是选择到蔷薇辉石的朋友们，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哦。好的，选择到锦青石的朋友们，让我们先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好的，选择到锦青石的朋友们，雅提米斯的频道呢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超级感谢功能呢，其实就是抖内的功能啦。欢迎大家透过这个功能抖内我的频道，支持我把这个频道继续做下去。好，我们看到这12张牌哦，前3张牌代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有没有人是喜欢你的，有没有什么发展的机会，其实从之前就来到哦。中间的6张牌是现在你的状态，还有最近有没有什么机会和谁谈个恋爱之类的。后面3张牌代表的是在2026过年之前，农历过年之前会不会有谈一段恋爱的机会。好，我们来看前3张牌。第一张牌代表的是第一张牌呢是权杖3的正位，第2张牌呢是圣杯2的正位，第3张牌呢是权杖9的正位。这几张牌其实代表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你是会认识到还蛮真心想要跟你谈恋爱的人，你也一度想要跟这个人好好的有一些发展，或者是你们其实甚至于本来就有一些互动之类的。因为圣杯2加上权杖3其实都代表着还不错的一个状态，可是权杖9呢代表的一件事情就是发展到一个阶段之后，其实没有什么进展了哦。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还是因为你对这个人不是很放心，然后你对感情这件事情还没有持一个相对开放的态度，可能聊到某一些事情之后就卡住了，所以对你来说跟这个人其实是有点可惜啦。但是你也会觉得说，为了站在一个保护自己的立场上来说，有时候就宁缺毋滥嘛。所以对你而言，其实前一段时间虽然可能有一个发展的机会，但其实你并不觉得说需要去把它把握住。好，我们来看现在的你的感情的一个想法，还有最近有没有什么机会哦。我们这边看到的第一张牌呢是圣杯9的正位，我们还看到的是呢权杖5的逆位，我们还看到的是世界牌的逆位哦。这几张牌其实代表的是目前你的感情观就是比较自闭一点嘛，就是你自己其实在面对爱情这件事并没有很积极。因为世界牌的逆位跟权杖5的逆位其实讲到一件事，就是你希望的是内在心灵的一个宁静。然后圣杯9的正位也代表着你现在觉得你自己过得也不错啊，你知道怎么对自己好，你知道怎么让自己开心。感情跟恋爱不见得是那个不见得是那个会提供给你开心能量的一个事情。所以你觉得不谈恋爱也无所谓，我自己一个人过得也很好，我爱我自己就好了。而且世界牌的逆位也代表着其实有时候你并没有什么太多时间去认识什么新的朋友，去接触新的世界、新的对象哦。好，我们来看另外3张牌。第一张牌呢是权杖6的逆位，我们来看恋人牌的逆位跟权杖8的逆位哦。好，这3张牌都讲到几件事，就是说有时候最近你身边没有什么太多机会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你自己对你自己其实并不是太有信心，对爱情这件事也采取一个相对消极抵抗的态度。为什么呢？因为权杖6的逆位跟权杖8的逆位都代表着你自己本身有时候觉得你自己就是不够好，然后有人接近你的时候，或者是甚至于你应该不太会去跟别人表达你自己想要谈恋爱的一个态度，或甚至于有人接近你的时候，你的态度就是会相对消极的觉得他应该不会喜欢我吧等等之类的。那权杖8的逆位也代表着其实你没有办法在或许你有兴趣的人面前做自己。最重要的是恋人牌的逆位这张牌哦，其实恋人牌的逆位也代表着你觉得也没有遇到什么好对象，然后恋爱这件事情好像目前来说也不是最重要的事，虽然有想谈恋爱，可是也不想随便谈恋爱啦。所以对你来说，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好，我先把我自己顾好就好，等我够好了，我再去认识更多新的对象。好，那在2026的农历过年前，你会不会谈一场恋爱呢？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审判牌的正位，我们看到宝剑5的正位，我们还看到宝剑8的正位哦。这一张牌代表的是
其实你在农历过年之前终于想通了，所以想通了就是可能你之前会觉得说我自己不够好啊，或者种种理由，你的对自己的限制其实算是蛮多的。我们看到宝剑8在这边，那可是宝剑5呢也讲到一件事，就是你自己也开始觉得好寂寞哦，我想要有个对象。所以其实审判牌代表的是你在过年之前你会想通了某一些事情，或许过年之前你不会更积极的去找对象，因为反正年前可能都在忙嘛，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处理，但是可能年后之后你的心态上有了转变之后，感情就会有一些新的发展，所以在农历过年之前理论上是不太会有什么机会，或是不太会形成一个恋爱的一个情况了哦。雅提米斯最近呢也推出了新的服务，就是塔罗牌占卜 Light。那这个服务呢，就是让大家呢只要加入雅提米斯的 Line 账号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提问。那一个问题呢，收费300元，雅提米斯呢会帮你抽2张牌，帮你解惑，告诉你答案。详细的服务内容呢，可以参考雅提米斯的 IG， 或者是直接刷画面上的 QR Code 加入雅提米斯的好友。欢迎大家多多使用这个服务哦。好的，我们用月相神谕卡来看一下这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好的，我们看到这3张牌哦。第一张牌呢是满月在天蝎座，满月在天蝎座呢，其实呢，除了就是我们盘面上看到的该释放一些负面能量之外呢，其实这宇宙也在提醒你，就是你可以展现出你性感的那一面。其实有时候你对某一些人，还有你自己本身，其实有一些很强烈的吸引力，特别是性吸引力这一块。可是你自己可能会觉得我好像没有这么的好，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但其实这个宇宙在提醒你。你是很有魅力的，你这方面的魅力其实算是蛮强的哦，你可以去试看看。那当然，如果有人称赞你这方面的魅力，你也不要觉得对方是在说假话，他说的是真的。好，第2张牌是亏缺月，你需要释放什么？这宇宙在问你一件事，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不够好，那你应该要放下一些什么？如果你真的觉得想这么多给自己太多的负担，成为自己感情上的障碍，那你应该要放下一些什么东西呢？你要思考一下。好，最后是新月在射手座，吉星高照哦。这宇宙在告诉你一件事，就是说，其实你接下来的运气是会越来越好的，感情运其实是会越来越好，应该说桃花运会越来越好啦，甚至于会有一些可能来自于外国的一些缘分。但比较大的问题是，其实桃花运的这一块不是太大的问题，比较大的问题是你的心态有没有办法去调整。好，那这3张牌也讲到一件事，就是说你未来的桃花运上面，天蝎座的人有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你可以，如果你身边有出现天蝎座的新对象的话，可以好好的跟对方认识一下。好，这是选择到锦青石的朋友们，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哦。好的，选择到蛋白石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好的，选择到蛋白石的朋友们，雅提米斯的频道呢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超级感谢功能呢，其实就是抖内的功能啦。欢迎大家透过这个功能抖内我的频道，支持我把这个频道继续做下去。好的，我们看到这12张牌哦，前3张牌代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有没有什么恋爱的机会出现，你有没有把握住？中间这6张牌是现在的你的对爱情的一些看法，有没有影响到你能不能够谈一场恋爱？还有最近身边有没有恋爱对象？最后3张牌代表的是在2026农历过年之前，你有没有办法谈一场恋爱哦？好，我们来看到前3张牌，第一张牌呢是权杖8的正位、宝剑2的逆位跟宝剑10的一个逆位。好，这3张牌代表的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其实身边或许有一些对象啊，或者是你其实对某个对象还蛮锲而不舍的，但是你自己好像也没有很强烈的非对方不可，你只是可能对某个人比较有感觉。那权杖8的正位其实代表着对爱情这件事情，至少前一段时间你都还是蛮开放的态度。虽然说你有特别对某个人有比较多的一些喜欢，但问题是你也没有特别一定非要那个人不可，你只是觉得说如果有机会的话，那就把握看看。那如果不是那个人，你也不会拒绝，只要有人出现，你就会看一下比较一下看有没有感觉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你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虽然没有什么新的对象，但其实你对某个对象其实算是还蛮专情的啦哦。好，我们来看中间这6张牌。
我们看到的是钱币3的正位、圣杯4的正位跟圣杯5的逆位。好，这几张牌都代表着目前的你其实对于感情这件事情有一点点小小的矛盾，但这种矛盾不是不好的矛盾哦，就是说你在思考自己在感情这一块上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是不是自己还一直没有走出以前感情的创伤，是不是我还特别因为某个对象没有办法去爱上别人，或者是等等等等。好，那这几张牌呢，其实钱币3的正位跟圣杯4的正位其实都讲到一件事，就是你知道自己对于感情这件事情是有需求的，但是好像有一点困难。所谓的困难是谈恋爱好像有点难。好，所以你开始会去寻找一些帮助，或者是寻求一些进修。这种进修当然不是什么灵性进修，你可能就是看一些书啊，或者跟朋友聊聊天啊，去反刍一下、反思一下，我最近在感情上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为什么最近一直谈不成恋爱等等之类的？我觉得你有在自我反省啦。那这种反省不是说看自己哪边不好，而是你想要知道问题在哪边。我们这边也看到的是钱币7的正位，还有钱币4的正位跟圣杯王牌的逆位。好，这几张牌其实讲到了另外几个点，就是其实就客观一点来说，现在的你大部分的情况下都会表现的比较在乎自己，讲自私有一点过头啦。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像钱币4的正位跟钱币7的正位其实都代表着一件事，就是你自己觉得我想要把自己弄得更好，然后我也不想要在感情上吃亏，所以在爱情在有对象出现的时候，其实有时候相对而言你是很难跟对方有一些发展的。因为我们这边看到圣杯王牌的逆位就是代表着这3张牌其实就讲到一件事，就是你会先倾向保护你自己，你会当然会希望有一个新的发展，可是你会觉得说，如果说这个新的发展，这个新的对象最后会伤害到我，或者是会让我自己没有办法做我自己等等之类的话，那我可能就不想要跟这个人有什么新的发展下去，或者是我不想要把握这些机会。也就是说，其实如果你身边的人出现的时候会让你有危险的感觉，所谓危险的感觉不是说对方凶神恶煞或是诈骗集团哦，我指的是你觉得在这段互动当中好像你会失去一些什么的时候，你就会有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那就很难会有接下来的发展。所以在目前的状态下，我觉得你是还没有准备好要谈恋爱啦。我们来看最后3张牌，那在2026农历过年之前，你会不会谈一场恋爱呢？我们看到的是钱币8的正位，我们还看到的是节制牌的逆位，我们还看到的是圣杯8的逆位。好，这一张牌代表的是在农历过年之前，你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工作啦，所以其实也不太会有什么恋爱的机会。而且其实节制牌的逆位跟圣杯8的逆位讲到2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因为可能过年前很忙，那你的生活、你的生理时钟其实也乱七八糟，然后你的生活作息也乱七八糟，就是有点失控，所以也不太会有时间谈恋爱。那圣杯8的逆位也代表着你其实根本没有那个勇气去谈恋爱，就是你觉得自己现在状况这样，你就没有想要往恋爱方面去发展的一个想法，你就是把时间都放在工作上。所以我觉得你自己是想清楚了之后，大概觉得我现在还不太需要谈恋爱吧，或者是说反正除非有很好的对象，要不然你也很难对谁动情哦。雅提米斯最近呢也推出了新的服务，就是塔罗牌占卜 Light。那这个服务呢，就是让大家呢只要加入雅提米斯的 LINE 账号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提问。那一个问题呢，收费300元，雅提米斯呢会帮你抽2张牌，帮你解惑，告诉你答案。详细的服务内容呢，可以参考雅提米斯的 IG， 或者是直接刷画面上的 QR Code 加入雅提米斯的好友。欢迎大家多多使用这个服务哦。好的，我们用月相神谕卡来看一下这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好，第一张牌呢是满月在处女座。其实这张牌有很大的一个程度是代表着你想要把工作做得更好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宇宙在告诉你，就是你已经够好了。有时候如果说你想谈恋爱的话，真的不见得要把所有的心思继续放在工作上哦，就是你现在做的已经也够多了啦。好，第二是新月在牡羊座，这是采取行动的时刻，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在过年之前、农历年前谈一场恋爱的话，这宇宙在建议你就是你要主动一点。有时候你都把时间放在工作上，也会让你相对变得比较被动。那你没有主动一点，其实别人也感受不到你有想要谈恋爱的想法。如果有对象出现，你喜欢就要主动去抓住。好，最后是下弦月，需要做一些调整。这宇宙在告诉你，就是你真的想谈恋爱的话，你就要调整一下，包括你的生活作息，还有你在面对爱情的态度。好，
那这边呢，其实也告诉你哦，如果说你想要找一个感情对象的话，你可以去认识一下太阳在处女座的朋友们，好，太阳星座在处女座的朋友们，可以稍微认识一下，看一下对象，好吗？好，就是选择到蛋白石的朋友们，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哦。好的，选择到天河石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好的，选择到天河石的朋友们，雅提米斯的频道呢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超级感谢功能呢，其实就是抖内的功能啦。欢迎大家透过这个功能抖内我的频道，支持我把这个频道继续做下去。好，我们看到这12张牌哦，前3张牌代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有没有感情发展的机会在你身边出现，你有没有抓住？中间这6张牌是现在的你对爱情的态度，还有身边有没有谈恋爱的机会。最后3张牌是在2026的农历过年之前，你会不会谈一场恋爱呢？好，我们来看前3张牌哦。第一张牌呢是权杖7的逆位，我们来看到的是皇帝牌的正位，我们来看到的是权杖2的逆位哦。好，那这几张牌呢，其实代表着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其实你身边应该是没有什么感情上的一个对象，因为这3张牌代表着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你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可能一个人独处的几率会是比较高一点的，而且就算你有看到喜欢的对象，你也不会去跟别人抢，或是去跟别人竞争，或者是你觉得好像对方有很多对象可以认识，你就放弃跟那个人有一些往来之类的。因为权杖7的逆位跟权杖2的逆位都代表着你都是选择可以，就是你不想要去跟别人有什么太多的竞争。如果你发现有竞争者出现，或者是说对方有什么，对方多认识了什么对象，你就会放弃掉。这一部分也是皇帝牌代表着你在过去一段时间，你觉得其实因为我也很好啊，那你不选我那是你的损失，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你可能有稍微做一些测试或付出，但对方如果没什么反应，或者是对方的反应就是还好的话，你就会觉得那算了，没有缘分。有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式啦，就是说你会先测试一下对方对你有没有想法嘛。那如果对方就是没想法，你也不会想要多努力的去跟对方在一起，或者是说去把他抢到手。也就是说，其实你身边也没有什么人是主动喜欢你，或者是让你特别有感觉的。好，我们来看现在的你身边有没有什么对象，还有你对感情的一个想法啊。好，我们来看到的是钱币3的正位，宝剑4的逆位跟权杖8的正位。这一张牌代表的是最近的你，我觉得你还蛮想要谈恋爱的啦，所以你开始会学一些新的，你开始会去学习怎么样去吸引别人，然后你不管是心态上或行动上都变得非常的开放，这是一个蛮好的征兆啊，就是说你会想要去多认识一些对象，然后多跟朋友们去学习一下，或是请朋友帮你介绍等等之类的，然后你也不再是坐在那边等别人来哦，所以我会觉得你是真的还蛮想要谈个恋爱这样子的。好，那我们另外呢还看到3张牌哦。第一张牌是宝剑2的正位，我们还看到的是钱币5的逆位跟钱币6的正位。好，这一张牌代表着几个点，就是虽然说想谈恋爱，但是你也不是那种有人来就好哦，不会宁滥勿缺，你还是会很仔细的去思考你想要的对象是怎么样的人，然后你有你的条件，而且钱币5的逆位跟钱币6的正位都代表着你对对方的经济能力是会有一定程度的要求，或至少外表上你会有一定程度的要求。然后最重要的一个重点是呢，你会希望对方会有一些回馈，也就是说当你对对方有一些付出的时候，对方可以有一些回报给你，你会觉得这是有来有往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其实不太能够接受那种好像对方觉得自己条件很好，然后就有点态度高傲之类，这种你是不行的。然后你会觉得我愿意给你的时候，你就要感谢；我愿意给你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或是主动跟你互动的时候，你就要给我一些反应啊！你没有反应是不行的。好，但无论如何，至少你已经更积极的去想要认识一些新的对象，而且可能你也开始做了。好，最后3张牌，农历过年之前你会谈一场恋爱吗？基本上是会的哦。我们这边看到权杖4的正位，还有圣杯6的正位跟圣杯3的正位。在农历过年之前，你可能会认识超过1个以上的对象，然后这当中会有一个对象是带给你一些安稳稳定或者是一些安全感的对象。而且这个人其实对感情这件事情方面，他其实是很有想法的，他会描绘一个很美好的蓝图给你，但那个美好的蓝图不是那种画大饼哦，他的态度就是很清楚的告诉你说他希望感情上是怎么交往怎么往来，然后你也从他身上发现他的行动跟他的想法是一致的，他不是只有嘴巴画大饼，
他其实也用他的行为去证明他的想法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会对你来说，这个人其实是会给你安全感、蛮稳定的一个对象之外，圣杯3也代表着你跟这个人相处起来是很开心的。所以我觉得你在过年之前，其实只要你愿意的话，这几张牌也代表着谈恋爱的几率是相当高的哦。雅提米斯最近呢也推出了新的服务，就是塔罗牌占卜 Light。那这个服务呢，就是让大家呢只要加入雅提米斯的 Line 账号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提问。那一个问题呢，收费300元，雅提米斯呢会帮你抽2张牌，帮你解惑，告诉你答案。详细的服务内容呢，可以参考雅提米斯的 IG， 或者是直接刷画面上的 QR Code 加入雅提米斯的好友。欢迎大家多多使用这个服务哦。好的，我们用月相神谕卡来看一下这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好，第一张牌呢叫做一切尚未有定论。好，这里就在告诉你，就是说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都是你不要太快下定论。很多人是会因为你的态度，你跟他讲了什么，你的行为而去调整对你的态度。你给对方一些时间，不要太快下结论。如果说好，你今天跟对方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可是对方给你的反应不是你喜欢的，你不要太快就结束掉这段关系。其实对方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调整跟变化。好，第二张牌是满月在双子座，你需要的答案即将出现。那这张牌其实代表着你的对象其实应该快要出现了，就是好的对象、好桃花了哦。另外一点是你跟这个人你的互动会非常的好，会聊得很来，然后甚至于是你的很好的朋友帮你介绍的。好，最后一张牌是蓝月，相信会发生不可能的事，就是牌面上所讲，这里就在告诉你，你要相信有一些事情会发生，然后这些事情是原本你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它可能就发生了。不要把就很多事情的几率都不会是0，所以不要太快的丧失一些信心或希望。好，那这3张牌呢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你在农历过年之前的有可能会跟你交往在一起的对象呢，很可能是太阳在双子座的朋友们哦，你可以注意一下双子座，太阳星座是双子座的朋友。好，这是选择到天河石的朋友们，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哦。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咯。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还有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谢谢大家，拜拜。